到欧式厨房 ，Welcome to O's Kitchen。今天呢，只有我，没错，我就是主厨。平常就是很懒，就是大家留学生就是很懒。你以为大家每天都要边煮牛肉面吗？没有，我们只喜欢一些超简单的小食物。今天呢，我们教大家来煮鲑鱼饭。没错，鲑鱼饭怎么做呢？其实非常的简单，这个料理你可以在30分钟内完成。首先呢，我要介绍我的材料，最后会介绍我的工具，非常厉害。所以我们准备一颗洋葱，不用太大，几颗番茄大概4颗。我们今天煮2杯米这样子，还有我们的这个是红大喜跟鲑鱼，就是烟熏鲑鱼，在超市都可以买得到。然后当然就是最重要的米啦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浸泡米。浸泡米这个步骤非常重要。浸泡米呢，我们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啦，可以至少泡个半个小时，就会有非常好吃的口感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米哦，洒出来了。我是在亚洲超市买的日本寿司米，它的口感呢，它吃起来非常的弹，然后不知道啊，就是最像台湾的米了啦。就在这里就是吃那种瘦瘦长长的米，个人觉得不是很好吃。我们加2杯好了。通常可以一次多煮一点就多煮一点，就是很懒啊，学生嘛，就是能不煮就是不煮，能不开火就是不开火。好，就2杯，2杯再多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放到这进来之后拿去洗一洗。那现在呢，我可以借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非常厉害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在微波炉里面煮饭的煮饭神器。因为我来的时候没有带电锅，没有这么多行李的空间，所以呢，我就在这里买了一个微波炉的煮饭器。所以只要呢，其实你出国真的不一定要带电锅啦。我也活了这么久了，对吧？活了3年了。然后呢，它是纽西兰制，相对的很安全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洗米，开始洗米吧。好的。现在呢，我们的米已经在水里面了，我们要加入这个红大喜，这是煎鱼风味的。因为我原本的正牌的红大喜从台湾带来已经用完，所以是在亚超买的。加进去，加个半包，再来一点点，差不多半包了。然后我们把它搅一搅，刀子拿起来搅一下就好了。搅拌之后，让它搁置在那里。搁置一阵子，让它浸泡一下。没错，冲突泡改送一些番茄，大概这比较小嘛。我们现在煮了2杯米，我们放个5颗好了，5颗番茄跟1颗洋葱。我个人蛮喜欢洋葱啦，所以我才放1颗。那就来切吧。今天终于换我切了，我们没有 Basti 主厨，有点不专业，不然没有一个留学生是专业的，好吗？我们就是在留学的这个途中，慢慢的学习，增进我们的厨艺。但这个地要记得切掉，因为地会有点苦苦的。然后皮就不用去啊，反正我们不是什么高级餐厅嘛，就是能吃就可以了。留学生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养活自己，养活自己最重要。对，所以呢，教大家小秘技啊，你切的时候啊，你就故意切，就是这个地可以刚好在一个1/4的上面，所以你这样就只要去1次地就好了。小秘诀，你知道，留学生就是会越来越懒，然后大概的切一下，把它切小块。番茄呢，就是跟那个鲑鱼蛮搭配的。如果没有洋葱，你放青葱也是可以的。但我的青葱都每次都干掉，就很落亏，怎么落塞，不放这个洋葱。切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放进去，饭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再笨的人都会煮的，完全不用技巧的一个饭。你知道微波炉跟这个盆子就可以了。我来切洋葱，洋葱有什么小秘诀吗？没有，就是不要切到你自己的手就好了。好像是不能把下面这个切断吧？我记得不要把下面那个切断，就不会这么辣了。但辣已经不是重点了，你知道吗？能够煮出好吃的饭才是重点。我们大约的把这个皮给拔掉之后，就可以开始切洋葱了。我的刀工就是没有像 Basti 主厨这么好，但是是留学生，我们留学生是 real，OK，real。我们现在就随便我们切一半。
切半之后呢，还有一些皮哎，把它拔掉。你就是 real， 我们今天整个影片我们就是走 real 路线，不是大家都是主厨好吗？我只是一个小留学生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起进步，一起加油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这样子，稍微的切一下，好可怕，我怕切自己的手。对，你就这样把它切，就这样稍微的切，丢到这个里面，记得不要切到自己的手哦。有大方的加，为自己吃的这个料不要吝啬，就是加进去对的。现在我们所有东西都放到里面了，叮叮，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美感的一个东西。没关系，我觉得今天好像有点多哎，我再多加一点粉好了。算了，整包加进去。好的，现在你就可以等它泡一下。对，收拾一些残局，等一下继续煮。我们要把它放到微波炉里喽。我们这一个大概是800瓦的，所以我们煮个25分钟。OK， 耶！这是我们煮好的饭，长这个样子，好烫啊！好的，稍微搅拌一下。饭很热，我们趁热加入我们的鲑鱼。鲑鱼长这个样子 ，so fresh。你就慢慢的把它加入。就加入它，加入，把它搅一搅，因为这个很薄，很快就会就熟了，因为它本来就可以生吃，它已经是烟熏过的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煎蛋，现在里面已经加了奶油了，奶油一点点哦，然后放进去，然后你要快速的搅拌它。然后快速的搅拌，它就会有一点点这种泡泡的感觉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蛋已经好了，然后我们把饭做成这个美丽的山的形状。我们只要把蛋把它盖上去，喂，耶，完成了我们的鲑鱼蛋包饭。太棒了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还可以再做更多的什么留学生懒惰食物哦。下次见，拜拜。